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佛历8月下初时，万象小雨转多云，25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49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3.9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4 基普，跌幅 0.0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9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0基普，跌幅 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微幅上涨，收于 1352.2 点，上涨 3.00 点。全天指数最高触及 1356.22 点，最低为 1337.35 点。市场整体交投保持活跃，全天成交量约为 158.65 万股，总成交额达 12.26 亿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市场呈现涨跌互现态势。老挝农业表现较为亮眼，上涨60基普，收于1260基普。老挝石油与浦西开发均上涨30基普，分别收于2330基普及1060基普。外贸银行微涨10基普，老挝电力下跌30基普，收于2450基普。万象中心下跌10基普，收于1080基普。马哈腾与中老证券均微跌5基普，其中中老证券全天成交量最大，达到 119.31 万股。萨万尼、老挝水泥、东盟租赁及联合发展银行价格维持不变。总体来看，昨日大盘在金融与农业等个股的支撑下震荡微涨，板块间分化较为明显。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700万1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5万3000基普，跌幅 0.3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7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54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947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580基普，涨幅 2.34%， 普通汽油价格下跌570基普，跌幅 1.9%。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与巴哈马建立外交关系。近日，老挝与巴哈马在美国纽约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老挝常驻联合国代表通潘沙万佩与巴哈马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坦奥杜马史密斯代表各自政府在声明上签字。签署仪式上，双方重申将继续加强多领域合作，并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本次建交贯彻了老挝和平、独立、友好与合作的外交路线，使老挝的全球建交国数量增加至153个。2. 卫生部总结脊髓灰质炎疫苗社区动员宣传经验。7月8日，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万象召开会议，总结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社区动员与宣传工作经验。卫生部副部长万纳塞扎达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窝代表比拉勒奥朗泽布杜拉尼共同主持。万纳塞扎达根指出，宣传动员对提升群众卫生意识、推动儿童按时接种至关重要。针对地形偏远、语言急救观念等阻碍，未来将创新海报、广播、社交媒体等宣传方式，并发挥社区领袖与志愿者的作用，精准覆盖流动及拒绝接种群体。占巴塞和川矿两省代表分享了具体实践经验。3. 万象警方捣毁一处网络诈骗窝点。近日，公安部警察总局刑侦局在塞瑟塔县萨潘诺村捣毁一处网络诈骗窝点，抓获10名老挝籍嫌疑人，查获13台电脑、21部手机及网络设备等涉案物资。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社交软件使用伪造头像建立恋爱关系，诱骗受害人在虚假网站投资，并许以 20% 高利，随后利用币安平台交易转账提现。目前，警方已立案拘留，并将案件移交万象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4. 老挝警方破获非法跨国婚姻贩卖人口案。近日，公安部警察总局打击人口贩卖警察局对以诱骗老挝女子非法嫁给外籍人员的中介团伙展开侦查，成功抓获3名女性嫌疑人，目前正深挖阔县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老挝警方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切勿陷入非法跨国婚姻、债务胁迫等人口贩卖陷阱。5. 川矿省沛县警方破获摩托车盗窃案。近日，川矿省沛县公安指挥部破获一起系列盗窃摩托车案，抓获3名老挝青年，并成功追回全部17辆涉案摩托车。经审讯，嫌疑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盗窃所得车辆均被转卖给省内居民，变现赃款已被挥获。目前警方正依法办案，并呼吁受害者凭有效证件认领失车辆。6. 赞巴塞2家企业签署夏威夷果和咖啡种植谅解备忘录。7月8日，赞巴塞省促进与管理投资委员会办公室在巴瑟市与波罗芬巴松阿拉比卡咖啡独资有限公司及波罗芬1号咖啡独资有限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巴松县巴暖洞村150公顷土地上开展夏威夷果和咖啡种植可行性勘查研究。赞巴塞省副省长平彭潘达努翁、越南黄英加莱集团副主席阮志勇等出席见证。省投资促进办公室主任高拉干、卡马翁代表省政府与公司董事长阮廷雄、总经理阮文雄签署协议。该项目为越南100%独资，研究期为12个月，需完成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及环境影响初评。7. 琅南塔省移交一只熊至琅勃拉邦保护项目。7月8日，琅南塔省将一只国家1级保护野生母熊移交给琅勃拉邦老挝熊类保护项目。琅南塔省农林与环境厅副厅长塞卡姆索姆旺与保护项目动物护理主管乔姆乌多姆萨出席移交仪式。该母熊重约100公斤，健康状况良好，原由琅南塔县顿文村居民皮安维莱萨私自购买饲养。由于饲养行为违反野生动物法，当事人主动将其移交警方，随后转交保护项目进行后续照顾与管护。8. 库恩卡姆县领导视察洪涝灾情。7月7日，甘蒙省库恩卡姆县委书记卡姆皮安马尼卡姆与县长彭马拉坎拉万率灾害管理委员会视察当地洪涝灾情。目前水位大涨，导致库恩卡姆至孔洛公路部分路段及农行老村交通中断，洪水漫入纳康村、耿村及孟南桑村群众房屋底层并淹没农田，群众已用机动船转移牲畜和财产。县领导要求相关部门24小时值守预警，事情迅速组织群众撤离，并已筹备机动船等救援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